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 Eric Dark Knight Studio，我是 Eric。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 Hot Toys 蝙蝠侠战术服装的这个改造。我想很多朋友已经认识我一段时间，那我在 Instagram 上面已经做了比较长一段时间的改造分享，很多人就敲碗说，就是希望我出一个 YouTube channel 来介绍一下我的作品，就是我做了哪些修改。这个蝙蝠侠呢，这个战术蝙蝠侠呢，是我已经大概改造了超过20支的一个作品。那其实现在回头看看，一开始改的其实没有很好，那到现在呢，其实现在已经完全改造出了我自己心目中一个完美的班艾弗雷克蝙蝠侠的形象。那所以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做这个介绍的分享。首先，左边的样子呢是 Hot Toys 蝙蝠侠你从盒子里面打开来的样子。那我已经先把披风的部分给拿掉了，那这样子你可以更好的去看到说他们两者在身形上面的差异。左边呢，其实 Hot Toys 蝙蝠侠其实出过了2个版本。那第一个版本大概是2017年的时候所推出的，那个版本呢已经非常非常的久远。尤其是他那时候衣服的设计是非常非常容易损坏的，所以基本上呢，就算拿到全新的，你只要把它一拿出来，它的这个衣服的缝隙啊，几乎都会裂开来。所以我不再建议任何人去收当初的第一版本。现在的这个版本，第2版本是2023年去年推出来的，那它的衣服的做工质量非常非常的好，比第一版好非常的多，但是它仍然有很多体型上的问题，基本上都是从第1个版本就延续下来，甚至还有更多的问题的。所以我今天就来介绍一下我针对这些问题所做的一些修改。那最多人去诟病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腿非常非常的粗，尤其是大腿内侧这2块肌肉是有点过于发达了，那所以这导致说他在站着的时候看起来就会有一种 X 型腿的感觉，就俗称的 X 型腿，而且站又站不太直，然后这也让他就是腿看起来特别的粗跟扭曲。其实他的素体用的是 BVS 的那个素体，用的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因为这个盔甲本身就设计的很厚，然后加上这个腿的肌肉本来就设计的不对，所以呢这样穿上去之后就加重了这个腿部畸形的一个感觉。所以这个地方呢，我做了一些切削的动作，我把内侧的一些大部分的肌肉，过于突出的肌肉都削掉跟打磨掉，然后呢，在外侧这个地方，我就是去用补土去做了一些填充，去让这个腿型看起来更直，更加的漂亮。那同时，其实我也针对他的身高做了一个0.5公分的增高在脚踝的地方，这样让他看起来他的腿的比例会更漂亮一些。也有很多朋友跟我说，他们觉得班艾弗列克他的就是腿短。但是我知道他是个腿短没错，但是其实他在电影里面或者他在道具里面呢，他的四肢的比例呢，其实都不是像左边这样子那么这个奇怪的样子的，他的四肢比例其实看起来还是更加的协调一些，所以我自己个人觉得是需要去增加这0.5公分的必要性，加上 Hot Toys 后来推出了一个噩梦蝙蝠侠，那噩梦蝙蝠侠的身高呢，就是比原本的这个还要高了0.5公分，所以当我把这一次做了0.5公分的增高之后呢，它刚好就跟噩梦蝙蝠侠是一样的比例了。再来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呢，就是他的身体，除了下半身以外，他身体的部分，你可以看到他的腰其实是有点细的哦。那班艾弗列克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壮实的蝙蝠侠，尤其是在腰部的部分呢，他这里看起来很像是一个 V 啊，就有一点说就是 V 型的身材，可是它实际上并没有这么的这么纤细，这看起来反而是有一点诡异的。然后加上它的胸部这里面中间是有一点点凹进去的感觉，所以这个部分呢，我其实都在它的身体的部分做了一些填充。然后它的腰带呢的预设的位置其实也有点太低了，这个位置太低的部分呢，其实也造成了是说剧中的位置其实它是应该到这个位置的，到盖住这个第3块的第3排的这块腹甲的一个位置，
那所以其实这也让他上半身看起来过长，下半身看起来过短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在这里呢，我除了就是说把这里腰部的地方去增加以外呢，我也让他这个腰带就是去做了一个延长的动作，让腰带可以延长到这上面来。那同时他的胸甲呢，其实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头雕几乎这个脖套的位置啊，这个金属扣的位置，它几乎盖住了整个胸标的上面这个最重要的蝙蝠耳朵。那在剧中的话，其实任何的一个镜头，这个脖套都不应该会去盖住这个胸标的。所以我把这个部分呢，胸标的部分呢，我再往下移了一些。那再根据如果你去看了一下剧照或道具服的话，你可以看到是说，这个胸标跟这两边肩膀的这个相对的位置呢，胸甲这边是要再更加的往下的，它成为一个圆弧形的一个幅度，所以这样子才会是正确的做法。所以我就透过我把脱胶的方式，我把这个胸甲给撕下来，然后并且重新连回去，然后并且让它跟肩甲之间有一个更自然的这样子幅度，这样子才更加的还原电影里面的道具的样子。那同时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所谓的螃蟹手。那所谓的螃蟹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手臂没有办法很自然的靠拢。但我老实说，这个螃蟹手的问题是没有办法，就是透过削这个素体去解决的，因为这个素体呢，它有这个素体其实没有螃蟹手的问题，有螃蟹手问题的是它的衣服。你看这边有比较多的一个比较厚的一块铠甲，所以你去盖上去的时候呢，它就慢慢的让那个铠甲这边会把它给弹回来，所以它没有办法更好的靠拢。所以这个部分呢，我要把里面的一些衣服里面的一些填充去挖除掉。然后这个部分呢，其实是一个很高危险的操作，很容易就把这个衣服给挖破了，所以其实要非常非常的小心。那再来就是说腰带的部分的话，在电影里面它腰带是更有一些，它不是这样子全部都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所以我再把每一块这个腰带上面的小盒子全部都拆下来，然后重新按照一个更正确的方式，让它有一个往上的一个层次。它的这个 JJ 的部分，它 JJ 的部分挡布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其实做的太小了，而且形状也不太对。那其实你去对照一下那个剧照啊或道具照的话，就发现说它中间呢是会有一个立体感的，中间有一条线，然后会呈现一个更加像是一个铠甲的样子嘛，一个保护的一个铠甲的样子。所以我这里用补土就是去捏出来这个形状，去强调出来。再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手臂的部分呢，你可以看到这里这个肩胛跟这个手臂之间是都有保留一些比较大的空隙的。那这个空隙呢，其实就代表就是说这个手臂其实做的有点太瘦，然后包含那个手臂的臂甲的这部分呢，它可以转来转去，移来移去，甚至有时候就是特别的松动。那其实这块的部分它也是原本的素体也是做瘦了，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去捏了，按照肌肉的形状，就是去捏了一块新的肌肉，包含肩膀的也是，肩膀部分我也去做了一些填充，那让它的这个肩膀呢可以更贴合它的肩胛，那这也其实正符合班·弗列克真实的身材。哈托维斯这个蝙蝠侠其实一个最大的问题在于头雕，那这个头雕呢，其实做的本身除了没有很像班·弗列克以外呢，它本身的这个头套的纹理全部做的都是错的。那原本的头这上面其实很多人说，有这个发丝纹是对的，但是其实电影里面或道具服的这个发丝纹都没有这么粗跟这么明显。那同时呢，它确实有这个锁指甲的一个纹理效果，没错，但是并没有延伸到这么多的地方，而且也没有做的这么粗，所以它在纹理上面就有很多地方是没有做对的。那更何况他的眼神、他眼睛啊、皱眉肌这个地方啊，其实都做的就是让他的眼神看起来非常的呆滞啊。就算你把他戴着眼镜，也会感觉说不够帅的样子。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我使用的是岩工作室出品的头雕。
这个是岩工作室所做的制作的头雕。那这个头雕呢，是来自对岸的非常非常厉害的手艺人，他们几乎把班·弗列克所有脸部的特征全部都完美的呈现出来，然后包含说他的纹理啊、他整个的脸的形准啊，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那我这次这个涂装是来自黑色帮我涂的，那涂的就是说他的肤色啊，跟他整个的胡渣的纹理都非常非常的细腻，非常像接近真实的一个皮肤。那这款的话，你可以看到说它这里自己有加上这个护目镜的连接器，所以原厂 Hot Toys 原厂的护目镜是没有办法直接使用上去的，要使用也是可以，但是就要把这尾端的这些地方去做剪掉跟打磨，那其实也非常的费工。那这里呢，有些厂家就推出了金属的眼镜，那这个金属眼镜呢是来自 All New Studio 的眼镜。这个金属眼镜呢做的非常非常的薄，那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安插在它的这个头雕上面。那同时这个头雕的连接器其实也需要经过改造。那一般来说会使用就是软管加上一些海绵的方式制作一个连接器。那我个人是把原厂的连接器削掉一半，然后加上蓝丁胶，那加强它的固定。那腿甲的部分呢，它还是也有一个问题哈，腿甲的部分它这里太短了，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我是用一个皮革的材料，我找了一些皮革材料去延伸。大部分的手艺人呢，他可能会选择的是说把整个腿甲往上移，但其实这个问题就是说，它腿甲正确的位置其实没有那么上面，它单纯的是这个东西做的太短了，所以呢，我所使用的方式就是去把它延伸上来，然后拿到腰带底下的部分，这样子就会还原说它在电影里面那个腿甲这个上面的这个部分的长度了。那除了说做整个身体上面各式各样的修改以外呢，我自己在它的整个身体都做了一些金属色的冲突，尤其是它的银色的部分，我加入了不同的银色的元素，有暗银色跟电镀银，然后再做上一些消光黑的部分去做一些烟熏的效果。那同时也会在一些它这个有一些细节上面多点缀一下，让它有更加的一个强烈的一个质感。那在目前这个光线上面的话，它不是很清楚，那我会再放一些照片，就是在它一个平常打光的情况下非常漂亮的一个颜色。那平常的话其实它就会像是电影里面一样，就是有消光的感觉。Hot Toys 的蝙蝠侠的披风基本上全部都很有问题，像这款的蝙蝠侠呢，它的披风它的材质并不像是电影里面的那种皮革，它是一种比较，我不会说这是什么材料，但是它就是一种布料的一种感觉，而且它的垂感跟它的造型看起来也是非常的臃肿。然后底部呢也是做这种像是狗啃的一个样子哦，就是没有那种蝙蝠翅膀那样子收起来的感觉，虽然要垂感也没有垂感，要造型也没有造型，所以这个披风呢，我觉得是一定必须要换掉的。那我在这里呢使用的披风是一个来自对岸的朋友，他是专门做改体以及制作披风的，他叫做埃文斯，他的披风呢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好。这个披风呢非常接近电影里面那个皮革的质感，而且在底部呢也有做出那个披风在下垂的时候呈现的一个锯齿的感觉，然后以及甚至尾端的部分呢，如果你买的是更高级的版本的话，还会有一些做旧的痕迹。总结来说 ，Hot Toys 这款蝙蝠侠其实事实上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基本上如果好像不改造它，就有一种不能看的感觉啊。真是希望 Hot Toys 未来能够做更多更好的 Ben Affleck 的蝙蝠侠。那像是我们还得花就是这么多的心力跟时间去做这样的改造，然后甚至连整个头雕都得做重换，那其实是非常可惜啊。身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做1/6人偶的厂商，其实我们都希望他能够做出一个更好的成品来。尤其是市面上关于 Ben Affleck 的好作品其实不太多了，他明明是
很多人心中最好的蝙蝠侠，那可是他的待遇确实跟他的现实中一样，就是好像都没有得到一个最好的待遇。那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可惜，只能期望说之后 InArt 他们出品的 BVS 的班艾弗雷克蝙蝠侠会是非常非常的令人惊艳，甚至不需要做任何的改造的。下一期的影片呢，我会介绍的是 InArt 的超人。那 InArt 的超人呢，或许大家看到我这影片里面的会发现跟大家的非常的不一样。没错，我把它重涂成黑色的样子。那我自己个人呢是买了2只，那一个是全新的，然后另外一个只有收一个主体，把它改成黑色的样子。那到时候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改造的细节，我自己在它的身体上面就是做了一些更大的优化。那因为InArt的超人呢，他最近刚出来，那就算它是一个价格比较高的品牌，而且它做的确实比 Hot Toys 好了非常非常多，但是仍然在身体的部分还是有一些可以再改进的地方。那这些地方其实需要改进的都不大，所以呢，我其实会跟大家分享说我做了哪些小小的修改，让它整体的感觉变得更接近电影的那个样子。而且也会跟大家介绍，就是说我怎么样去重涂了我的这个黑色版本的超人。那我们下一期见哦。